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王一博这次不能骂。先从王一博新上线的一部作品说起，《寻护者》。明星公益组合在一起，这些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他们早已不满足于在公益广告中刷脸，或是仅仅在宣传海报中亮相的公益大使 title， 明星们使出浑身解数，跻身公益赛道。纪录片，王一博走的就是大使探访式科普纪录片的路线。保护的动物是穿山甲。大家对穿山甲的初印象都源自于葫芦兄弟吧？你还可能知道穿山甲被捕杀、被滥猎的悲惨现状，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，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的物种之一。保护濒危动物又是一个专业冷门的话题，除了专业的救助人士和机构，我们只有在新闻上才能关注到这些野生动物的现状。明星参与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穿山甲，关注如何去保护它。这次的寻护者一共2集，每集24分钟。这个体量其实还不足以展示多么深度的内容，而在整个项目中，明星的参与感也有限。王一博他更多的是跟随保护中心的专业人士走访野外，相当于拿了志愿者体验卡，来了解动物保护的日常工作。同时作为嘴替，替观众发问穿山甲知识点，并总结划重点。作为手替，直接饲喂穿山甲。作为替身，拿起铁锹干活，帮助穿山甲修桥。还充当旁白，讲述那些科研与救护的专业团队的故事。当然，我们也很难要求档期繁忙的明星全过程跟随。不管参与程度如何，明星参与的公益纪录片都值得欢迎。因为明星主要的作用便是以他们的人气引发关注。公益项目需要宣传，而明星需要口碑和大众亲和度，两种需求一拍即合。这类路线近几年来已经屡见不鲜。迪丽热巴参与的《远山的呼唤》模式和寻护者大体相似，也是来到西藏探访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，只不过这里拯救的是雪豹。明星参与公益项目想要达到预期效果，第一人称的真实体验能否成立很重要。在大众的监督下，公益项目中明星摘下光环亲自前往，深入一线已是基本操作。但去到那里真正做了什么，是完成公益任务，还是打卡式体验，这就只能交由观众去评价了。而纪录片里要做的就是卸下明星光环，毕竟公益影像相比直接捐助，有了更多表达公益人格的空间。所以纪录片需要有情节的加成。和当地工作人员打成一片，热巴克服高原反应的身体不适参与探访工作。朱一龙则跑得更远，远赴肯尼亚马赛马拉。只不过在有树的草原上更像是观光式科普纪录片。而同一时期上线的追光者哇唧唧哇团综爆改公益纪录片，第1期燕许家前往三江源，奔赴高原去体验当地环保一线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工作。不同于野生动物专业救护的工作，燕许家面对的现状更加现实。高原上成片的垃圾，所以他更多的以自己的视角进行着对环保事业的记录、体验和反思。纪录片有大量燕许家个人的独白镜头。而同样是穿山甲，前些年 Angelababy 已经接触过这个选题，豆瓣评分高达 9.3。BBC 纪录片穿山甲
被捕杀最多的动物。镜头对准的是一位环境保护者玛利亚·迪克曼，他跟随穿山甲的足迹来到越南、泰国和中国，通过与非法贩卖者斗智斗勇，把穿山甲从他们手中救下来。在纪录片后段，玛利亚来到中国，和一个关键人物会面。Angelababy 作为中国的穿山甲保护大使，在里面短暂出现。因为玛利亚真诚地相信，把穿山甲介绍给公众才能救他们。而 Angelababy 有着巨大的关注度，同时希望能够帮助穿山甲。其实和 Angelababy 关系也不大，毕竟打击偷猎和非法贩运才是主线，她仅仅充当了引流的作用。但对于她来说，参与这样的项目依然给她带来了一定的正面评价。有的明星是搭顺风车，而有的则是有自己的基金会，主动策划项目。王源的公益纪录片《烛光家的方向》借力于源基金，就提供了另一种更加专业的解法，那就是把流量的噱头放置于公益活动之后，先讲好故事再登场。而且公益主题不是明星扎堆的环保，而是医疗健康。这部纪录片并没有记录王源探访的全过程，仅仅在结尾处附上了照片。历时1年半，它聚焦的是患有细胞母细胞瘤的3岁小朋友和3年白内障病史的藏区牧民。与其去证明明星做公益的论心与论迹，不如真实的讲讲善意如何解救深陷困境中的人，揭露现实和困境。这本来就是公益与纪录片最原本的样子。巡护者中一个细节是，去参观巡护人员清理的各种捕猎穿山甲的工具时，王一博表示并不想见到他们被捕猎的样子。没有见到真正捕到的样子，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触动。而让遥远的哭声触动观众，才能让公益传播真正成为一个作品。Sir 还记得韩国公益综艺《人类动物》中那只无脸的大象？不止如此，它被弃尸荒野，切断脊椎，砍掉鼻子，只是为了得到一只象牙。而朴信惠只是作为一双眼睛，一双还能辨别丑恶、感知痛苦、应该在场的眼睛。担任旁白的金宇彬被问到平时喜欢动物吗？他并不笃定，自己喜欢动物是因为喜欢看动物，也没有什么抗拒感。同时质疑，但那真正代表喜欢或者爱护动物吗？这份不笃定，才能为人类与动物到底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共生提供更大的讨论空间。Sir 想说的是，豆瓣给出了 9.5 的高分，也意味着我们并不是排斥明星替观众去充当那双眼睛，我们更在乎的是能看到些什么，反思些什么。去年豆瓣 9.3 分的《一路前行》，胡歌、刘涛、陈龙琅琊榜3人组的环保之旅，搭档人间世纪录片团队。和之前大多不超过1个小时的纪录片不同，这部公益纪录片非常完整，一共10集，单集55分钟，去往了青海可可西里、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、海南后海村等多个地方。没有既定的剧情，一切都取决于嘉宾环保实践中真实的行为反应与状态。没有回避摄制团队和嘉宾一路产生的交流、分歧和争吵，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纪实化。嘉宾深度的参与，更是直接将做环保、做公益的作秀质疑瓦解，并没有花费大力气去做什么体力活，也不是甩出煽情的故事，而是真正在生活中进入了环保的语境。比如胡歌和刘涛的内娱史上最炸裂的6分32秒谈话，手指辩论要不要带走在野外用过的厕纸。这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问题，
但来自这些小问题的拷问，正是真正对人的拷问。这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巨大的讨论，大家纷纷开始提供方案，参与进来。无关明星身份，无关身处何地。现在大家都置于野外，不想自己的行为伤害环境，也不是因为什么说教的大道理，只是大自然太美了，哪里舍得破坏它？纪录片里运用大量环境美景的空镜并不稀奇，但在这里有了生活化的视角，这些美并不空，反而有了环保的价值与表达，也能切实触动每个人对善与美的本能向往。三人还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，不去保护的看藏羚羊产崽，因为保护区一般不允许外人进入，不愿为自己的体验形成错误的示范。我们想看的当然不是明星去体验野外环境，也不只是明星们去远方捡垃圾，如何让公益故事成立才是叙事的重点。这趟环保之旅，胡歌还真心爱上了开拖拉机，推完的还不忘给王家卫发视频炫耀，说这就是阿宝的归宿。这样的纪录片播出后，得到的自然不只有粉丝们整齐一致紧扣公益主题的评论，还有深度的探讨。那些遥远的危机真正与我们拉近了距离，不再是戴着公益这顶高帽的宏大议题，自然也无人关注作秀问题。而这才是一切的初衷，不是吗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